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开启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呢是，本来是我打算呢是在这个围棋入门之后再推出的一个栏目，因为它是一个初级讲座，题目呢是叫做赵志勋初级围棋讲座。我觉得这个名字是比较恰当的。那选材呢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的赵志勋写的这么一套围棋的初级的课程吧，或者是教程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是系列的总的名称。那么总共呢是有9本啊。我在看到这个网友的观众留言呢，就是说咱们那位新疆网友啊，说他也是有这一套书啊。这套书不便宜啊，这套书定价啊，居然是高达将近40块钱。那它算是这个普通的砍一半也得20块钱，所以这个书价钱是很贵的啊。我觉得是在同类书里面啊是不便宜的书，因为如果你国产的像这种书啊，印这么一本书，我估计顶天15块钱，标价就15块钱，到手价可能就10块钱就能拿下。但是呢，因为它是个原版引进书，又是赵志勋的挂名的，是吧？所以这个书价钱是很高的。那它到底值不值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是根据你水平啊，如果你的水平就是在这个那个初级是吧，或者说是中级，这个书还是值得看的啊。因为日本书有一大特点，作者挂名的他一定是审阅过的，虽然不是他写的，但他一定要审阅，所以内容上很严谨，排版上也非常精美。这套书我之前说过是吧，它是非常精美的一套书。它的用纸啊是轻型纸，虽然很厚，拿在手里并不沉，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套好书。其实你看，在我的这个栏目里面，我对每套书呢，我都有一个评价，我用人家的书我也要评价，不是说这套书我买了，那我就说这套书那个怎么好或者怎么不好，我一定是一个客观的，我说这个书我看过之后，我个人的意见啊。所以这套书啊，如果说你9册书你都有的话，从头到尾读下来，100%是可以到这个初级以上水平。那初级以上水平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你达到了中级了。那中级在野狐啊，我觉得至少你应该是一段差不多了啊，一段有可能站住，有可能是摸到啊，不管怎么说是可以到这个水平的。这个书呢本身是2017年啊，我看是不是2017年啊之前出版的，它不是一个 AI 时代的产物，所以在定式方面你看它2017年6月份，在2017我一直说啊，17年是一个分水岭，17年之前的东西呢，那都是人类的东西，17年之后的变成了这个 AI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是吗？你就算是学习一些人类的老定式也是很有必要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够跟着我把这个初级的赵志勋这个初级的教程完完整整的学下来，100%野狐是可以到1段以上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我本来啊这个内容我本来是想留到这个入门之后再给大家讲，介绍给大家，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为什么呢？在这个 AI 定式那个栏目啊，我觉得他那个书的内容实在是不敢恭维啊。我觉得我买这套书我是买上当了，我翻不下去了。这个书我再往下讲我讲不下去了。其实能讲的东西还有，你比方说李杰的那个布局有一套，那是好书啊，包括上海的那也是好书。那个呢，但是因为暂时啊我把它都收起来了。我当时我是下定决心，我想把这个姜伟杰这套书3本完完整整系统的给大家挑一些好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可是我发现那个东西不行啊，那糊弄自己就是糊弄别人，那不行的。所以那个东西不能讲，不能讲怎么办呢？我又非常想推荐大家这个赵志勋这套东西，因为赵志勋这个系列非常的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把这个赵志勋呢就介绍给大家。那你说，那我又同时入门，我又同时赵志勋，其实不必要啊，因为我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入门完全那个系列看完了以后，你再紧跟着就是这个赵志勋这个
初级讲座跟下来，那非常的，我觉得效果是非常的理想的啊，它是有一个连贯的。虽然它不是说作者同一个人，是吧？那个是所谓挂名曹仁炫、李沧浩，但是内容上是衔接的刚刚好啊，所以说你不用着急看啊，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后啊。你如果是入门的水平的话，那你就接着看入门。入门等我把这个入门也快完了，入门的话呢，它现在是下册也进行了一小半了，估计再录个3、4期吧，就完事了。完事以后正好回过头来，你就可以把赵志勋这个初级讲座继续学下去，那我觉得效果是非常棒的啊。至于说 AI 定式呢，因为我现在没说我这些书太多了，所以我很多书啊我不用的我就没说，那是我下定决心了嘛，我就讲姜伟杰了，所以我那些书我都收起来了。收起来以后呢，现在一看不行啊，那有机会我回过头来我再把那些书呢搬出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好，这就是关于这个赵志勋的这个书的介绍啊。那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首先呢，它这个死活部分呢，它就是重点，它有2册。赵志勋这个我打算做一个长期的系列的关于赵志勋的内容。那它有什么呢？我最早的买过的赵志勋的书啊，叫《励精图治之册》，那本书是北京，我印象可深了，北京出版社，它就叫北京出版社，印刷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是，其实它是不是盗版我不知道了啊，反正是印刷的很棒啊，内容也非常的精彩，一看就是绝对是赵志勋写的。封面呢是一个有点古色古香的，还粉色皮儿，挺好的一本书。这是我第一次买到赵志勋书，就觉得哎呀，这真是赵志勋东西真是干货呀。那再后来呢，就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赵志勋了。那只是在我说以前我那个同学的朋友那里啊借了一本叫什么《超越实地和模样》啊，那个是赵志勋的一个口述，并不是讲什么太多的东西，但是就是他的理念，也看出来赵志勋有水平。再后来呢，就是他的一本叫做这个《陟孤的精髓》啊，这个大家我想都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吧？但是《陟孤精髓》那本书啊，就是我发现到后来的他这些书，我看起来就是收益方面，不是很大，因为我总觉着他这个就像《陟孤精髓》这书有点太高深了啊，有点太高深了。相反的呢，我觉得最好的就那个系列啊，就是人家后来在网上也卖，高价卖，就是叫木谷系列嘛，木谷弟子系列那一套书里面，其实就小林觉那本书，我觉得是最有水平的。那个他那本小林觉那个书叫，也不说最有水平啊，我收获最大就是朕的威力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我忘了啊。反正那一系列那一套书都不错，都是那个北京体育出版社出的，好像是北京啊。那什么武功啊、小林觉，一人来一本，那是好书。然后呢，这个真正的算是赵志勋的这个大部头啊，就是他写的这个死活词典啊，死活词典。他说实话，他真写的书很少很少。那个他也不写自传解说是吧？所以能看到市面看的书太少了。那死活词典这个书呢，我想以后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是吧，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呢准备也可以去把这个死活词典给大家分享出来啊。还有一个书呢，就是他，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的，就是他写过一个关于打入的书，还俩名字呢，因为在国内那个盗版多了，所以那个名字还不一样，2本都是一样内容，都是关于打入的。那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赵志勋呢是知乎打入是顶尖，所以都觉得这个书不错。但是我个人评价，真正说写打入的最好的一本书是武功中树写的，还真不是赵志勋写的。武功中树写了一本打入的书，我从头看过一遍，真是堪称是打入的经典。那大家可以在网上淘一淘。如果是让我推荐，比如说你觉得同时的打入的书是赵志勋的还是武功的，你选一本，就是武功那本书。名字呢，反正好像就是叫打入什么什么，忘了啊，这都不重要。我就只是通过这个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赵志勋的书啊。赵志勋那个最好的书就是《死活词典》。我也很高兴啊，看到有网友观众留言说他，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书以后啊，他就还真就买了这个书，值啊，这个书绝对值。早期的时候，赵志勋这个书可能得卖到，就是这个辽科版出版的时候很贵啊，好像是得50块钱吧，2本
50块钱是吧？现在便宜多了，现在33，那这个时候不出手啊，什么时候出手啊？对不对？好了，这就是说这些了啊，这都是一些题外话。今天因为第一期的这个赵志新的初级讲座，所以我就说的都是题外话啊。那么咱现在看，它首先呢是一个概念，就是所谓活棋、死棋、打劫，这是一个活棋。如果是这样呢，那这面只有一个眼，这面只有一个，都是假眼，所以这就是死棋。在咱们这个围棋入门里啊，都已经是介绍过的，所以这个不是咱们要说的重点，只是大家先一个属于衔接嘛，衔接的过程，所以呢先了解一下啊，这样的棋形是不行的，只有这样的棋形是完整的，是吧？完整的俩眼啊。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打劫的形态，就是说这个黑棋啊还处于半死不拉活的一个状态，是吧？半死不拉活。那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呢，这没有子，这也没有子，这有一个子。这个棋形呢，就是说黑先走的话就活了，黑棋不走是死棋，也就是说黑棋要走的话，走在这里活棋。如果他不走，白棋走啊，白棋挤在这里就是死棋，是吧？挤在这里，挤在这里就死了。我们再继续看，那这个呢，对于黑棋来说，要想做活，是吧？也只此一手，就是在这里做眼。如果说这个棋单纯的想跑出来，那就坏了。那他这里一扑，完了，这个棋再往外跑是没有意义的，是吧？这样就完全死在里面了。另外呢，我也看到有网友观众呢提到一个问题，就说关于下一手下一手的那个内容，它是个什么书？这个下一手我之前在这个下一手一开始的节目里我就介绍过了，就关于下一手这个书。那咱们借这个机会我再简单说一说因为咱们今天是赵志勋的这个讲座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呢不会讲太多内容咱慢慢来，因为这个节目会录，也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我认为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栏目，就是对于入了门以后要提高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咱们慢慢的去共同学习我这里呢借这个机会我再把下一手再说一下，因为下一手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毕竟那个书是一个在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书而且很久远了这个是大概是在80几年吧，89年90年之初那个年代出的书，而且呢它是不进入到市场里的，也就是说它在新华书店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它还是个正规的出版社，叫中国大学生出版社出版的。我第一次看到呢也是就在我们家这个邮局旁边邮局的总局旁边有一个人在卖，一个老头卖，他卖的书呢，这个书是这个一摞子小人书，印刷的非常非常的好，一篇一道题。那时候因为你想这一摞子我大概得有多高呢？大概得有就一肘吧，差不多不到一肘，接近一肘吧，不算拳头一肘那就挺多了，得有个20-30本还40-50本，大概就这么多，那就贵了。这个书定价好像就当时是5毛钱还是多少，那个年代这个书价就很贵了，所以没舍得买。一旦错过了，你再想买就买不到了那个书的内容呢，全是来自于日本的是个围棋的什么杂志，好像是选出来的，那都是精选。精选的话呢，它是设计面涵盖的全部布局、定式、官子，所有的内容都有了，而且是从初级到高级也都全了，就这么一套书，印刷非常精美。如果你现在在那个二手书市场你比如说老夫子，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淘得到，是吧？孔夫子就这类网上的书摊能不能淘到
淘到呢，如果那运气好，淘个品相好的，那觉得还挺值的。到今天也不过时，因为它内容啊都是，你看咱们视频也都知道，它那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好，这就是关于这个下一手。那你说我这个下一手是什么？从哪来的？我这下一手也不是这个小人书了，都是那个网上 PDF 文件，我自己打印的啊。这就是要说明的啊。那好，回到这个棋，咱们最后把这个内容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棋呢，就是黑先白死。那黑先白死的话，黑棋只要往前一长，这里就没有眼啊。如果说这个棋走在这里，那就坏了。那这一提，你看他这赵志新一上来这个初级讲座很简单，但是它的跨度还是有的啊。咱们一开始因为内容就简单嘛，咱们就是废话多了一点。那好吧，今天呢就是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先说这些了，下次节目再见。